Hello，大家好，我是阿尊。記得小時候我的鄰居有一個小孩，據說他在7歲以前是可以看到我們拜拜的地主公，所謂的陰陽眼。之前我也有講過，我朋友的姐姐也是有陰陽眼，她可以看到死去的親人，他的爺爺奶奶。所以有一些人小時候可以看到，然後可是長大了他們就慢慢失去了這個能力。但也有一些就有保留這個能力，可是即使他們有保留這個能力，他們通常也不會主動告訴人家他們有這個能力，因為大家都会把它當作是一個精神問題啊還是什麼的。當小孩子童言無忌在講這些神啊鬼啊甚至是外星人的時候，大人都會 dismiss 掉，把它忽略掉，就是告訴我們我們应該要專注於現實。嚴格來說就是專注於我們的感官，視覺、聽覺、嗅覺、觸覺還有味覺，可以看到，可以聽到，可以碰到，可以嗅到，这5個感官所可以接收到的讯息才算是真實的。通過這樣的訓練，我們才能夠在這個主流的社會上生活嘛。所以久而久之，普遍上大家就把這些看到神啊鬼啊這些不明物體陰陽眼的都歸類為 Sixth Sense。那麼最近的美國釋放了大量的關於 UFO 我們所謂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或者是重新被定義為 UAP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就是不明的異常現象。而且在過去幾年也有不少的預言家預測我們2027年會跟外星人接觸，所以我們是時候要準備一下了。這個話題在從前80年代90年代 UFO 啊 Aliens 啊，大家都會覺得是小孩子自己的想象，或者是陰謀論呢，就是科幻小說裡的東西，不能夠當作現實。但是呢，近幾年美國國會開始聽證有關於這個 UAP 的事件，軍方開始釋放出他們所拍到的影片，飛行員開始可以公開的接受訪問，把他們所見所聞告訴大家。主流媒體也開始認真的報道這些沒有辦法解釋的事件了。很多人也會說，特朗普釋放 Aliens UFO 的影片其實是要轉移大家的注意力，從 Epstein Files 到伊朗戰爭，然後到現在的 Aliens。但是我今天所要討論的並不是關於這個。我們看這些 UAP 的這些目擊者或者是影片都好，並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種都是單一的那種形象，外星人就是小灰人啊，然後飛碟就是這個樣子啊，而是很多種類的，可能是不同文明的外星人啊，也可能是每個人的感官所接收到的讯息不一定是一致的。就好像有些光，有些是感觉到異常的，形容不出什麼異常，甚至有些人也不知道到底看了什麼，就是不是我們維度的東西。所以到底是這些不明物質很多種類呢，還是同一種類？其實我們不同人看到接收到的讯息是不一樣的呢。我們一直以來都認為我們所看所見就是這個世界的本質，但是科學早就已經發現我們很多看不見的東西其實是很重要很有用的。就好像我們看不見紅外線啊，我們看不見我們所用的這些 WiFi 啊、磁場啊、超音波，很多動物可以感知到的東西，動物有這樣的能力，可是人類都沒有。就好像那些鳥會知道方向啊，會 automatic 的 navigate 他們要去哪裡啊，而我們只能夠靠我們的 GPS。 或許我們原本是有這樣的能力，可是慢慢的退化了。科學研究也發現，其實我們有至少30多個其他感官，而我們沒有去留意而已。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有天賦的能人異士，他們就會有這些看起來好像超能力這樣子，包括那些靈媒啊、預言家、超級大腦啊、天才數學、天才物理學家。或許他們只是在某一些感官比我們普通人更加的敏感、更尖銳、更加的強烈。换句話說，我們所認知的這個世界其實就是受限于我们的这一些感官，我们大腦允許我們看到的只是這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很多東西並不在我們可以感知到的範圍裡面呢，我們就當它是一個不明物體啊、異能啊、就鬼啊、神啊、外星人。也有一些科學家說，這些不明物體或許並不是從
從外星來的，並不是 extraterrestrial， 而是 ultraterrestrial， 就是在我們的同一個世界，可是在不同的维度，就是我們看不見它，不代表它不存在。看回我們的歷史，看回我们人類文明的发展，我们都不难发现有很多解释不到的现象，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围，我们就会把它归类为神蹟啊，把它当作神话。所以当我们科学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或许人类必須要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感官。現實本身已經並不是我們所看所見的那麼簡單了。我自己呢，其實是相信這些約癖啊，這些超自然的現象是真的存在，並不是這麼離奇的，但未必是我們能夠從肉眼看到。就好像古人看不見 WiFi， 看不到電子訊號，不懂什麼是電磁波。如果古人來到現代，他們也會覺得我們的世界就好像神界這樣子了。所以問題並不是這些不明物體到底存不存在，而是我們人類的科技要怎樣去對接這些更高文明的技術跟存在吧。接下來或許我們需要進入不同的維度的世界，打開我們所有人類的這個認知感官，然後或許那一天的到來的時候，我們才會發現這些東西一直都存在的，就像當年發明了顯微鏡第一次發現微觀的世界那樣。所以我覺得我們當下應該讓自己打開心門，多一點思考 meditate 啦，提升我們的認知。就比方俗話常說的，看到鬼是因為心裡有鬼，可能未必是真的是那樣啊。或者可以細緻的去研究一下這個心裡有鬼的這個鬼到底是哪一個感官感覺到的呢？說不定是外星人呢。我們要有科學的研究精神，而不是被恐懼限制你的超能力。今天就講到這裡了，謝謝大家，拜拜。